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我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在今天所有的来宾不太习惯，因为林俊宪委员今天准时到 ，OK， 提早到，对，他的提早到，对，提早到，对，他的准时造成了我们不准时，好吧？因为大家感到为什么？这就表示立法院的现在所有的氛围啦，或所有的状况，跟以前去年或所有状况不太一样吗？现在国内所有的还是要提醒你，明天。有投票，好吧？一个是有7席立委的罢免，还有包括核三公投的一个研议。那明天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人来讲的话，所有的氛围会绕着一个，当蓝白合的主轴如果一路往下走的话，柯文哲前主席交保与否，或者他如果要交保出来的态度，会不会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从最近包括在。庭讯的所有的过程出来的一些的资料，譬如说在市长室里面，你知道吗？踩飞轮的300万啊，所有这些，当小编帮柯文在脸书上抛出那些词以后，创下现在大家就会讲说，所以对公务人员来讲，这边有立委，这边有市议员，然后更不要讲县市首长拿300万。是合理正常的吗？这是大家很多问号，有很多人顺或回头，好吧，今天做一件事，那昨日柯文哲，今日柯文哲，昨日黄国昌，今日黄国昌，所有以前的东西到现在，如果你都把它拿来抛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会做什么比较？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对于很多的重要的审判都有印象，然后柯文哲一直现在好像要创造自己是曼德拉嘛。曼德拉受审的时候，那个被称为是改变历史的一场答辩。3个半小时里面，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让全世界因此改观。那本来呢，差一点点非常痛恨李登辉，提早把他放出来，差几个月的施明德，他本来也想当曼德拉。那施明德在美丽岛大审的时候，那段时候连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都很有感动，他一个多情的眼神，从容的笑容，请判我死刑吧。那时候整个报纸全部刊登，也是重要的演讲。可是柯文哲最近呢，我们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大概法官新政已成，然后柯文哲这么聪明的157，整个医师审查很多东西，对于疾病大概也新政已成，所以柯文哲呢也开始在最后的一个几乎是最后的表演嘛。可是在这个法院里面最后表演呢，让我想到的是江青。12大审的时候，江青那种骂街、骂人，就这样子拼命的骂，这个会是一个柯文哲。可是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对柯文哲，你怎么会是这种表现呢？那你会看到的是，其实柯文哲讲的民进党呢，他比我还会贪污。他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心态，他内心里面就认为别人的邪恶都是100%。我只有88%，我只有87%，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所以大家才会对柯文哲过去的事情重新拿出来。他的名言嘛，贪污来自纵容，长官不可能不知道。刀叉吃人肉跟那个政商关系，我在冷基金会，我在抵抗魔鬼的诱惑，能够抵抗多少？谁盖章谁负责，然后当然现在就是那个踩飞轮300万，然后直接到后面就开始了。其实你会看到说，这已经进到这边的时候，代表金华城，法官大概心中大概都有定见，而且该问完了，所以现在是一个那个就政治现金的问题了嘛，所以差不多要出来了。可是柯文哲搞这样子，大家会觉得，那你民众党柯文哲在干什么呢？其实你会看到他的急切，他的急切在哪里？他知道他要出来，或者是最后一审就要出来嘛。他在拼，到时候会被接压不一定。那后面的情况，可是后面他要去维持着民众党小草对他的劣势的怀恋，而且他的压力在自于黄国昌，当然没办法全部吃掉小草，但是黄国昌现在已经隐隐然然是国民党深蓝的反绿的代言人，反绿的领袖，所以黄国昌虽然吃不了整个柯文哲的民众党，但是黄国昌的仓粉。加上整个状况，将来2个皇帝之间、2个太阳之间，黄国昌也有分庭抗礼的能力，所以你全部去理解就知道，柯文哲现在急了。至于大家讲说，昨日之柯文哲，今日之柯文哲，从去年开始逛街，因为什么空巢期的关系，开始买房子，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前后不一，但是他的心态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你们都比我邪恶，我只是邪恶了87%，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可这个情况
就我讲的就很像江青，但是12大省之后，江青也没人记得了。OK， 如果要真的讲到好，现场两位政治人物小平跟居宪伟，居宪伟先请教一下，因为你也要进驻县市首长，当你看到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讲说公务人员，不要讲说，因为议员、立委也是公职人员，更不要讲县市首长。可是他这个县市首长说的时候，在脸书上面，小编就直接大讲，就是要给他的。那其实给他的不止那300万嘛，大家都知道，还有其他的，不管是200万的、几百万的，所有这些，甚至连30万都要记账。对，你会怎么样看待？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大辣地说这些？如果按照民众党的道德标准，可以给市长个人，那可不可以给副市长？哦，也可以嘛，那局处首长，那公务人员都可以嘛，那如果还好柯文哲没有当总统，不然全国公务人员，我们大家都会给他们个人，给现金给礼物。其实这个其实不必再特别强调了哈，这公务人员本来就不可以接受不当馈赠，它还有金额的限制，只是啊，他现在因为证人讲得太清楚了，那他已经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去辩解了。那重点是法官传他们去，主要就是要证明啊某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加那个数字，那个数字是钱的，因为要印证接下来的审讯金1500，所以只有审讯金现在算不算还是钱吗？民众党有承认吗？没有跟你讲的是啊，现在还是150时间下午3点，对，所以有这样的话，那审讯金也算，你到时候会不会讲也是给柯文哲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法官为什么最近连续传这么多人？就是要证明那个柯文哲记载光碟里面记载了人名加数字就是给的钱。那这个是法官在办案的阶段。那柯文哲因为收押禁见，他唯一跟外界的联系就是他出庭的时候，所以他也是浑身政治细胞了，他每一次都把握那个短就开庭的那段时间，他就要演嘛，然后演给小草看，他就要演他是烈士嘛，所以他呛检察官嘛，就是什么官司，搞管游戏啊，或者是那直接讲说，民进党不会永远执政哦，这些都是在他90%罚醒都是柯粉，然后说柯市长请上铐，这些都因为他是柯文哲，你看他把握他唯一可以跟外界这个互通的时间点，他演到满了。那黄国昌个人的问题，他连打更不敢打了。他现在被大家发现他是美国人的爸爸了。其实你儿子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的爸爸，这不是罪恶。只是你以前就怎么骂赖清德。你那小草莓赖清德是美国人的阿公。那你现在自己遇到事情，黄国昌是完全不回答，只骂那个谁那个视察猫。说。所以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各党在等的是一个，就是等一个新局面的开始我觉得就是823以后了。OK， 对，就是823，就是明天要投票嘛。对，那反正明天投票，某种程度等于是整个前面的战场清完。好，那等一下大家讲说823以后，对民党现在包括你说换党秘书长，然后包括一些内阁会不会有一些少部分的更替啦，或者什么类似这些，是在清战场创新局吗？那对于蓝营跟白营来讲的话，这势必一路要往下降。但是小平是很简单，先问刚才那个300万那个问题。所以对这个议题，除了白营的人的回应跟看法，蓝营的人对于说那个市长这样收钱或什么？蓝营的人会什么？蓝营的看法，蓝也很多种然后你现在是完全讲官商勾结的道理，还是有没有掺杂蓝白合而对他比较缓夹？但不至于说柯文哲是清清白白，这样蓝也会垮掉，好不好？你要分3个层次对于柯的看法。好，我们从柯来看一路走来，从个素人变成台北市长他的正常关系是一直在退步第一个一开始刀叉吃人肉，全力打击土地财团。这个那时候叫5大弊案。对，然后你知道满意度多少？80%。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几个这个经济然后社会几个超大的这个教授，然后还密谋要他选这个总统。2016他是2014当选，那才多久？才1年吧。等一下，你刚刚讲这个，等一下清华你可以讲。我记得清华那时候是
廉政委员会的，我负责美国事啊，对，我记得你负责美国事，那时候还是廉政委员会吧，委员，对，是不是 ？OK， 所以一叫做打击财团，二叫做廉政公约自己跟公务员那叫自我约束，这比较消极，前面是很积极的打击哈。那再来就送钱到市长室300万，120万的官商勾结的这个120亿。20%的金华城的违法容积、官商勾结的这种非法容积，他也给，一路走来都在退步。那接下来台智光啊、雨果市场啊什么，那都会一个一个侦办。你还有告哪几个？雨果市场是你告发的，还有那个台智光也是你政治现金，还有那个金华城。小平，你会不会真的变成蓝白合一路往下，未来被记起的？蓝白合，我跟你讲，政治是初一十五。政治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此时此刻的蓝白合最巅峰什么时候？是不是那个726他帮我们赢了，对吧？那个时候就对黄国昌、对蓝白最紧密。那接下来蓝白合的官司会跟着这个皇上、科下，就是在这个小草里面，他的官司会这样的变化。那蓝白合就看跟谁合，然后他的官司走下来的话。那白会如果变小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光景啊，人也要看，政党跟政党大小也要看呐。所以第三势力的省思是什么？现在第三势力当然是白嘛。那请问第三势力是不是专属于黄国昌跟柯文哲？不是，第三势力是不想投蓝绿的票。所以第三势力的省思是什么？现在第三势力当然是白嘛。那请问第三势力是不是专属于黄国昌跟柯文哲？不是，第三势力是不想投蓝绿的票。就如同以前赵少康得到13%，那时候黄旗的时候是反李反台独的票。同样的，这个2020蔡英文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票？就是那时候抗中保台奏效，他的言论叫中华民国在台湾，不是一边一国那么激烈，所以我讲政治人物都不要拖大，每个时代有时代的产物，只是你攻逢其胜，你能够掌握这些票，如此而已了。OK， 昨天在节目里面我帮观众大概科普一下，就是所谓的证据能力跟证据力之间的不一样，又叫证明力了，那个是不一样一些的概念，就你大概就知道，经过昨天的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包括检辩双方，重点都要打，还在打那个 USB， 它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它有没有被污染过？它有没有往下继续会怎么样？但你不管说在法庭上甚或出来在脸书上面告诉你，他就是送他个人的300万，类似这些，即便这样子，上空，小草看起来是不离不弃，就是你不管资料出来怎么样，有很多的小草或是白银的支持者，他就是相信柯文哲，他就是相信柯文哲，像馆长。在包括726那一场，包括很多地方，甚至这次去中国大陆回来，他还是跟你说他回来要救柯文哲，柯文哲清清白白，类似这样。那包括柯文哲自己在庭上，甚或陈佩琪最近也有一些的情绪，有人说那重点根本不再跟你玩法律的东西，他的着眼点就是在未来所有的政治上面，柯文哲一定还要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不管早或晚，他一定会有交保的时候。那在未来，他要的就是未来那一片的政治空间，是吗？柯文哲在庭上的表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看得出来，其实他不是在法律攻防的策略上啊，像砸水杯啦，就你看到那一个后面周刊有登出那个字条，就是他砸水杯那一天，检方拿出来的嘛，然后大家在讨论他砸水杯暴怒的事。大家都不讨论那个字条。你说那个字条就是讲说，那个金华城看起来已经放弃那个容积率的那个字条，你用看嘛。然后你看最近他又是呛检察官说，民进党不会一直执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多的语言其实是政治性的，他在法庭里面讲政治性的语言，包括曼德拉他在跟他和解的时候也讲曼德拉，然后最近又在讲曼德拉。那曼德拉基本上是种族隔离，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问题根本跟柯文哲的问题不一样啊！就一个被起诉28年多，一个被关26年多，在做那件事嘛。然后你就看到了他在脸书上面8月12号，就所谓的那个审判长就刚才讲
USB 有没有证据能力？有，我会在判决书跟你讲，他会交代。然后又来了一个双方要从不违背职务收贿行贿要攻防。那这个就是法官的心证上面会让被告的律师上面大概都能揣测现在审判长的方向跟他的心证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了。那主持人也是律师，律师总不会听到这2句话很无感吧？不会吧？所以应该律师的鼻子都很灵。对，律师只要开庭开一段以后，大概都可以感受得出来状况。法官的态度将走向哪一边，大概都会有那一个都会有那种想法嘛，判断啦哦。那一路走下来，你就看到那个300万的说法。300万的说法，他也不是跟你讲法律啊，他不跟你讲法律，我可不可以收这个东西嘛？然后我收这个东西，对，因为我不是拟参选人，我不符合政治献金法。因为公益劝募我也不在标准范围内，然后对，私人最多赠与税的问题。其实你看到那一篇发文哦，其实它里面还有一段哦。他说这300万就跟谢国良妈妈的200万是一样的。那请问一下，谢国良有没有公开说那一笔钱要捐给民众党？有吧？有，还有收据，有吧？还有收据。但是这边跟你说是捐给我个人的就跟那200万是一样。他连那200万谢国良的证词什么证词他都不管。他也告诉你说就一样。一样也是捐给你个人的，不是捐给党的。所以连那一笔钱公益侵占都没有了。其实你注意看，他根本不是在跟你讲法律的问题跟证人的问题，他在跟你讲说这笔钱就是要给我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告诉小草们，这笔钱就是要给我的。但是你说给中间选民或法律人或是这些人听得下去吗？谢国良是公开讲是要捐给党的哦。是公开讲的哦。然后他现在可以把那200万给个人，就像谢国良他妈妈的那200万是一样的。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概念换字吗？就谢国良的证词，难道谢国良是去被传讯或干什么是做伪证吗？还是被传讯的人做伪证吗？所以这里面概念的替换的时候，其实这些概念的替换，你说要说服非白银的，或是讲说服得了吗？但他讲给谁听？他讲给小草听啊。其实就是玩政治嘛。讲给小草听，不是讲给我们听，一个我们能接受的，那就是只是要跟小草讲。那陈佩琪做法也一样嘛，说我不敢去了，我怕被抓。对，请问你是去旁听，你只要不闹，你怎么可能会被抓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吗？因为，但是他这样讲，小草会不会就真的相信说，陈佩琪你千万不要去，你去万一真的被抓，所以他真的觉得这些人就是会这样滥权积压，然后尤其是你只要去就有这个风险。他就是回过头来一句话叫做司法破坏嘛，迫害嘛，我可能去旁听，我都可能被抓。这理由真的是讲给谁听？讲给律师听？你认为去旁听会被抓吗？不会，当然不会。既不是证人，也不是被告，为什么会被抓？不懂啊。所以那个东西是讲给我们听的吗？不会吧？因为有啦，那起诉的时候好像是11月26号还是12月26号，那个北检的新闻稿里面，柯文哲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其他案另案侦办中。现在没有侦办财产来源不明罪啊。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6之1那一条里面是涉及到说配偶，等等，然后是当下还有办案后的3年你的财产的部分。那现在有在办这个案子吗？没有没有。那陈佩琪为什么去法院说会被抓？上课我们这样讲，东豪长期跑司法，老贤敢知道，就算如果有人要办，你说有没有财产人不明证，或有没有人要发传票给你，
我也很难想象他会在你旁听的时候直接发传票，甚或直接跟你说你跟我走。东华好歹发了传，就算哦，他发传票，因为陈佩琪你住在家里嘛，他通知到你家去，就算通知到你那天有事，可不可以跟他改时间？可以啊，是嘛？对，所以我不懂啊，我们必须要让观众朋友知道你的合法权益，你不是现行犯，就算有传票给你，那你还是可以跟他讲，因为我有事，我要改时间都可以。如果他真的在现场说要这样把你逼走，那事情就真的大条。大条，我跟你讲，那肯定是个大条，大家都会出来问到底是什么事，你可以这样干。所以，对，好，毕竟我是律师，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那些在所有的法律之下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你怎么会变成说我去旁听会被压呢？但是创造出来的那个，创造的就是说司法对他们的恐怖到这个地步嘛。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直在延续司法迫害，一直到司法对他们的行为，司法对他们可能会造成恐怖的举措等等等等。那这一些真的是就法律攻防或是司法谈司法吗？并不是哦。这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延续，只是换不同的说法去说明司法迫害、司法的对他们采取的作为已经到恐怖的地步嘛。再加上他前面讲说要去天安门啦，要去法院楼上啦，要挂什么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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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一脉下来，其实讲这些话，难道真的是司法的问题吗？不是他不是做司法抗辩的问题，他就是在做政治上面司法迫害的延续。那你回过头来再看柯文哲在里面的一些作为，其实某种程度上回去跟赖清德讲，民进党不会永远一直执政等等的，这是政治语词还是司法的抗辩策略？不是吧？它也是政治语词吧？它也是政治语词嘛。那今天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所有的出庭完，脸书就开始 po， 什么法官不准他们传讯证人啊，等等等等，一路下来的时候，已经从检察官对他们的司法迫害拉到一个法院的法官不公平的状态。那这一些的诉说，难道是司法攻防吗？在脸书上面一定是讲给小草跟柯粉听嘛？他就是在维持他在外面上面有一批人始终跟着他的那个量能不能溃嘛。如果溃了，那没人了。我相信大概民众党那些立委也没什么人有兴趣再继续去旁听了。重点是那个量能，柯文哲还维持得住嘛 ？OK。那没人了。我相信大概民众党那些立委也没什么人有兴趣再继续去旁听了。重点是那个量能，柯文哲还维持得住嘛 ？OK。来，青黄，第一个，大家最近又开始讨论那个 USB 啦，所有相关的这些事情。刚刚提到小平在讲那个前面，我们讲一开始还记得吗？台北市政府五大弊案，后来叫五大案，一路这样下来。你那时候我记得你是廉政委员，我是第一个交报告的。你是第一个交报告的，是那时候。所以你自己当过廉政委员，你看的是等于7年也在里头见证的，从当初2014的柯市府，一直到现在的柯文哲在市府里面踩个飞轮的这些所有那些事情，你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是怎么样？刚刚讲，现在大家又在一天到晚在讨论 USB 这些，那这些在未来显然它就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对。这个我分几个部分来讲啊，就第一个哈，刚刚前面那个创大哥有一句话在描述柯文哲在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他讲说那个柯文哲俨然就是现在觉得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呢我来做，但是我没有他们邪恶，所以我做的也是对的。他们100邪恶，我88而已。对，你知道这一句话在之前我们在这个询问跟橘子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柯文哲也这样跟橘子说过。
柯文哲怎么跟橘子讲的呢？柯文哲告诉橘子说，因为你要想说，对橘子来讲，他以前没有碰过政治嘛，他等于是后来被柯文哲啊，就等于柯妈妈派他到柯文哲旁边，然后派到柯文哲旁边的时候，橘子以前没有做过收钱这件事情啊。那你想说，这个柯文哲要橘子去收钱的时候，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嘛，就那个来自于某位修士的那个1000万这个看起来是橘子拿的嘛，所以呢，橘子去收钱，这是一个事实嘛。那所以就这个事实的部分，我们去请教当时，因为橘子当时是在市长室，所以我们问了当时市长室的其他的秘书，然后呢，问到那个秘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柯文哲当时怎么跟橘子讲的呢？他告诉橘子说，这个国民两党都很脏，都会收钱。柯文哲阿北收政治现金比他们都单纯，所以帮阿北收钱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这一句话跟刚刚创大哥在讲的话是不是？同工异曲之妙，几乎是吻合的啦。只是他没有用88%这样的字眼去形容而已啦。他只是告诉他说，因为国民两党都很脏，都有收钱，阿北收政治现金比他们都单纯，所以帮阿北收钱没有问题。所以你就会知道以上这句话这个是出自于当时北市府当时的一位秘书那现在在媒体当同业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当时这些事市长是有这么多人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柯文哲从这个他当市长一直到他当党主席的时候，10年来2014开始的变化有多少？所以我们是见证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柯文哲的昔日与今天，你就会看到落差这么多。所以我在帮各位复习一个所谓的昔日与今天这个柯文哲呢，出来一开始呢，这个在告诉大家他跟陈佩琪关系，在叙述家里的家中经济大权跟管账的时候，柯文哲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钱都是我老婆在管的，然后印章跟存折都在我老婆那一边。所以柯文哲只要是跟付钱有关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都应该是陈佩琪在发脸书秀出存折、秀出印章。这个因为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应该都有印象。结果呢，到后来一直到去年我们看到那个 USB 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个 Excel 档案的时候。大家当时多惊讶啊！想说柯文哲管钱呢，柯文哲管钱，而且 USB 里面有个 Excel 档案，里面大小事无巨细谁付的钱，经手的人是谁，钱有多少，是在哪一天交付的，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呢。那你会想说，这件事情如果按照柯文哲过去告诉我们的话，这不应该是陈佩琪做的事情吗？怎么会是柯文哲做的事情？而且看起来这一些钱的处理，好像陈佩琪也不见得知道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账的部分这样使用的时候就很有趣了。因为陈佩琪到去年还在告诉大家说，柯文哲你跟他讲到钱的东西，他就不耐烦啦，尤其是讲到家里的钱，他就嫌你很啰嗦啦。可是你看我们在讲到钱的使用的时候，各位去看起诉书里面有一段柯文哲的钱的使用是当初木可公司有一笔钱，然后到了柯文哲的账户去了之后呢，这笔钱然后他家里拿去买了股票。那请问这个钱是家里用的钱，还是他在外面用的钱？这家里用的钱吧。如果是家里用的钱的话，应该是属于陈佩琪的管辖范围啊，怎么会变成看起来这一段的金流脉络也是柯文哲在做处理的呢？有一句话补充一下：没有原则，没有例外。有原则就有例外。非常同意，没有原则，没有例外。所以你看，柯文哲跟陈佩琪在谈到钱的事情，陈佩琪这样讲了之后呢，结果你看我们在看整个起诉书的内容里面。这个柯文哲他的 Excel 档是记录在那个 USB 里面的这 USB 呢，我还特别记得日期是去年11月7号在搜索的时候呢收到的 USB 那这 USB 里面呢，当时他给他的代号是 A137这个是柯文哲在使用的。我们来看看陈佩琪怎么说的。因为陈佩琪说柯文哲都不记账的嘛，柯文哲讲到钱他就觉得很烦啊，他就觉得很啰嗦啊。你看看这个 USB 里面有寄钱的 USB 这个 USB 陈佩琪知不知道这 USB？ 陈佩琪怎么讲的 ？USB 谁用的？陈佩琪的证词他说他的讲法是说，针对这里面，他说这 USB 呢，因为这个检察官等于是问他说，这个 USB 是你跟柯文哲共用，还是柯文哲自己用的？陈佩琪的讲法是说，这个 USB 不是我在用，是柯文哲在用，所以里面有什么资料我不会知道，我不会知道。陈佩琪的说法是，这个 USB 柯文哲用的，不是我用的，所以里面有什么资料我不会知道。那这句我不会知道就有趣了嘛，因为陈佩琪讲他不管账嘛，那如果都不管账的话，那里面有账的资料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知道柯文哲不会管账？然后再下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柯文哲有多少账
是你不知道，而且是已经是柯文哲处理过的。再讲更直白一点的，柯文哲8年市长加2年党主席的这个任期的时间，收了多少账是陈佩琪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啊，当陈佩琪讲不知道的时候呢，五哥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讲？你知道媒体到目前为止披露出来那 Excel 档案里面的那个资料哦，是2022年的10月跟11月哦。你知道光是10月、11月这2个媒体披露的部分，因为在检察官跟法院看到是不是就这10月、11月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至少就我们看到的部分，五哥你知道，光是那上面列出来的金额，我帮他加总了之后，4000万以上呢，就2022年就2个月，就2022年10月跟11月哦，2个月4000万以上哦。那请问一下，这他10年8年市长2年党主席这些任期里面，请问有多少的金额是这个数字？那个是陈佩琪所不知道的，因为那4000万看起来是陈佩琪不知道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柯文哲的昔日跟今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感触良多啦。然后最后我补充一件事情啊，你再去看柯文哲的透明廉政公约哦，因为当年我们帮他的原因，2015年我们帮他去弄廉政委员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2014年选前。他弄了一个透明廉政公约，2015年他再主讲一次他的透明廉政公约，然后要求公务员要签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的政务人员要签署，这个是他当时的选前哦，2014年10月28号哦，还没有投票前哦，柯文哲市府的透明廉政公约哦，它里面写的洋洋洒洒列了10点出来，我只让大家看前3点就好，你拿着这前3点去对照一下柯文哲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你就会感触良多了。第一点，他说。市长每年的要公布财产啊，包括配偶跟未成年子女，然后呢，要向市民说明财产来源跟变动状况。请问柯文哲有没有说明？这10年来，第一，你有听到柯文哲说明自己财产变动原因吗？第二，他就算说明了，那 Excel 这个档案里面的财产有没有进入到柯文哲申报的财产里面？你相信他的数字吗？这是一个哦。然后第二个，柯文哲这个廉政透明公约里面写说，局处长要依法申报财产。然后向市长说明财产来源跟变动状况。那为什么会提这一项？他这一次啊，我们讲说柯文哲涉及到的金华城案里面，其中包括有他的前副市长彭振声在里面嘛？请问彭振声之前有没有传出一个这北检在侦查他的罪名其中之一叫做财产来源不明罪？那请问彭振声这里面有跟柯文哲说明他的财产变动状况吗？当时是上报出了一篇在追踪这个彭振声3次财产申报财产。跟自己的所得不合，突然增加很多的状况，他有跟柯文哲说明吗？这是一件事情哦，显然也没有哦。然后第3点，市府政务首长行程一律登录列管备查，那你就要问一件事了嘛？请问柯文哲自己的行程有没有都列管备查嘛？请问柯文哲到桃珠影园去的时候，他去了好几次，请问那些行程都有列管备查吗？所以。柯文哲在选前列的这一张，到2015年的时候呢，他又在跟媒体再做了一次宣誓，宣誓完了才进到当时我们第一次的廉政委员会的开会，然后把这个5大案分配下去做调查，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柯文哲的变化会让他觉得不胜唏嘘的。最后给大家看2015年的时候的资料，这是2015年柯文哲再针对廉政规范再发一次新闻给媒体哦，这个是平面媒体登出来的哦，其中行程餐饮的部分。告诉大家说，3等亲以内家庭聚会不在此限。然后呢，只要工作地点外的行程饮宴，都要在1周内登录时间、地点、邀请人跟性质。请问他跟威金小沈的见面，他在桃珠影园的见面，请问这些都有登录到里面去吗？所以我们现在还都只是讲金华城案，然后讲沈清金而已呢。那跟柯文哲接触的企业家，像刚刚小平提到的。还有其他的案子呢，有北市科案子呢，然后呢也有这个台智光的案子呢，这些案子接触到的企业、接触到的企业家对象，这些都有登录到里面去，都有列管吗？显然，你看柯文哲的过去跟现在，会让人家觉得真的是不胜唏嘘的。来，董好，第一个，刚才青黄所举的那些，是从2014年开始，为什么柯文哲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一路旱地拔葱一样的崛起？第一个。他让很多人对新政治是有一股期待的，他让很多人对于传统2大党之间蓝绿以外，他真的是塑造一个觉得那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政治的方向，然后尤其很多年轻人，所以你看他的年轻支持度也高。但是从那些一直到了今天，当很多的资料拿出来的时候，那这也是造成为什么你讲说那个
当然还是有挺他的小草啦，或是柯粉，但是那个民众党的支持度，从当初就讲2024年内账300多万，369，对，然后到了现在，这是中间造成很大一些的落差，就是我们现在讲人设这个问题的一些落差。你是在所有来宾里面，你长期包括经营在司法啦，所有这些，看到这个案子的这些。你也看过，包括柯文哲讲说那个收钱，民进党会比我们干净吗？谁会比我们干净吗？我不知道他指哪一些，但是对以前你在跑过程当中，你也看过，包括阿扁他们那些案子，大家也真的看到有那个不叫保险箱，叫保险库，是不是？对，这些所有大家讲的这些，所以当这些都出来的时候，可是柯文哲就是刚才青王讲，当你大张旗鼓的列出这么多你觉得应该往前走的，讲成这样，当最后发现不是有，这个也是为什么讲昨日跟今日之间造成这么大落差。柯文哲当年在选台北市长，我最喜欢的他一句话是打破蓝绿的高墙。柯文哲当年在选台北市长，我最喜欢的他一句话是打破蓝绿的高墙啊，这个是代表新政治嘛，第三种选择嘛，或者是说你希望在蓝绿之外，台湾能够有一点不一样。那经过了11年以后，好，不是蓝绿的高墙，有点像是蓝绿白三面墙，就是搞到最后有点变成这样子。然后那我自己在跑司法，我自己在看哦，其实。柯文哲一直都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然后他有一个很麻烦，我在一些案子里面，比如说遇到了企业主，企业界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企业主在自己的企业里面都是王，都是国王，他们很喜欢自己解释法律，自己解释法律很麻烦，因为你都会往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解释，然后你到了检察官，到了法官面前的时候，你客观呈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站不住脚。那我自己在看柯文这个过程，尤其是最近这一段不管是柯文哲或陈佩琪的反应有一部分完全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当事人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就他跟陈佩琪，其实还包括黄国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你知道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特别强，他那个自我中心的世界比一般的人都来得强。那种强度是，希望地球绕着自己转。他们3个人都有这个特性。来，东豪，你一个一个来。柯文哲、陈佩琪，或你觉得黄国昌都是这样？为什么？柯文哲哪一段让你觉得，尤其在法律解释真的不是，每个人自己大家看的圆的扁的不一样，没有哦。那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范围在里头的哦。为什么你觉得柯文哲或陈佩琪他们会有一个，就你自己解读到，搞不好会有麻烦？因为你像你未来法官在说写精华材的时候，一定要去解释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看精华材的时候，第一个疑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台北市政府为什么一方面跟建厂打官司，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精华材原来要的就有692%的容积率，到最后给的是840，因为精华材还输了。对，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因为柯文哲自己可以解释啊。他一路告诉你，这个我用都市计划法24条作为法源依据。好，这个是什么？就是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想我可以用这个做依据。好，那这个还只是技术性的，在政治上呢，的柯文哲是认为你们都不行，连胜文也不行，朱立伦也不行，他瞧不起侯友宜，他可以笑韩国瑜，他一定瞧得起卢秀燕吗？他也瞧不起蔡英文，他瞧不起任何人。所以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民进党2018年输惨的时候，之后不是有个北门会？柯文哲不是跟蔡英文牵着手之后，还有一个擦手的小动作吗？然后那一幕你可以看出来，那就是柯文哲。然后柯文哲很爽，什么事情？大家都在等我。所以他为什么多爱那个一日双城？那一年2016年，所有的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
全部都在西滨，每一条路上等，在每个休息站等。对，没有休息站，都是 7-11啊。对了，因为西滨没有休息站，真的休息站就是一堆人在那边等。对，他的体力骑半小时1小时停一下。然后柯文哲那时候身边的人很高兴的跟我讲说，一日双城，连洪耀福都来拜托，不要再搞了。是我们在选总统啊。柯文哲这个你知道那种自恋嗨到不行啊。陈佩琪跟他不一样，陈佩琪从头到尾是崇拜她老公啊。你看到陈佩琪跟柯文哲摆在一起的时候，她永远是那个小女人，然后头会微微上仰45度角，然后用着那种像小女生一样，哪怕她现在已经是当妈妈的那么这样子的，她现在的陈佩琪看柯文哲的时候还是45度角微微仰慕。陈佩琪的世界一样，她很单纯，但是她又医生。你要知道，从澎湖考上台大的，那绝对是最 top 的学生。好，回到官司里面的时候呢，陈佩琪也是一样，用自己的角度在解释。比如说，其实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有趣了。这几天陈佩琪写的书不是在炒他的那个笔录吗？对啊，他不就要转译？对，你知道用到转译这2个字的时候很敏感。因为什么时候转换？通常是我用手机或者用录音笔录完音之后，然后回到家里我把线接上电脑，然后软体一跑就直接转译，然后我只要再修正文字就好。转译这2个字非常敏感，然后有一个证人如果在这个侦查庭里面，然后回去以后可以转译，你会想那个事情会多麻烦。它不是只有这一件。你在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一路骂检察官，我当然可以理解说，因为检察官起诉柯文哲，你不会有好话，可是你不需要连法官都下去。因为他不是只有现在才开始批评法官，你会批评法官，就表示说你的焦虑，你为什么会焦虑？因为你对法官没信心。那你为什么会对法官没信心？就是因为柯文哲开庭他都会到嘛，你听完之后，你还会跟律师也会告诉家属嘛。就听完以后你没把握柯文哲的官司会赢嘛？当这种焦虑、自我中心，还有自己在解释法律3个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现在的陈佩琪。然后呢，这个一出去之后，因为他写脸书，柯文哲不能写，小编或者律师帮他写，这2个人的现象同样的都在取暖。这个取暖形成能量。好，可是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最特别。如果是陈佩琪个人的焦虑就算了。他的律师也进来，他的律师进来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前几天，陈佩琪的笔录有一个笔录没有在证据清单里面，那个有没有效？那为什么检察官起诉的时候有写到，可是我在阅卷的时候没看到？原来被另案翻案，所以搞到审判长说他要去调卷看，就是那个东西到底该不该列为证据。好，律师也好，陈佩琪好，为什么在那几天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因为另案侦办，另案侦办是什么？是因为北市科吗？是第一国债市场吗？如果是这些，有什么好紧张的？因为柯文哲原来的市府幕僚有一些人都还在啊，这些案子检察官如果查什么，有没有在调卷什么，在侦查期，在过去去年在这个金华城起诉前，他们会完全不知道吗？有没有律师没有把握的？所以想搞清楚陈佩琪那份笔录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陈佩琪跟柯文哲的反应里面，他有他性格很清楚的表现，而且柯文哲是狮子座的，陈佩琪好像也是狮子座的，我也是狮子座的。人家狮子座的人有时候很怎么样？我们有一些性格比较外显，好吧？比较开喜花或者狮子座的吗？黄国昌也是狮子座。那可是他的性格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所以他很外显。你在看那个这一段时间的过程中，你看到他的焦虑，你看到他的自我中心，还有他为什么要这么在乎他的笔录在哪里？他写脸书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讲笔录在哪里，所以他才会讲出他作证的时候还转译，然后很详细的记录。你知道那个记录到多细？7月，应该是7月14号那天，那个检察官那个江什么来着，忘记名字哈，问他，
江长志，对，他问到说，检察官生气高八度，所有的问答是用括号，然后就写在脸书上面。好，不过因为证人写这个没事，他没有泄密。他可以记录到那么细，是他记忆力特别好，还是他真的有录东西转译？好，可是回过头来，他如果记得那么清楚，那他一定知道所有的问答的内容了。那所有的问答内容，律师看了以后，难道不能根据问答内容去推断你们到底在分什么案子？因为我虽然看不到，可是从问答里面，我大概可以推估你在查什么。因为你问什么一定会反应嘛。那所有的问答内容，律师看了以后，难道不能根据问答内容去推断你们到底在分什么案子？因为我虽然看不到，可是从问答里面，我大概可以推估你在查什么。因为你问什么一定会反应嘛。所以啊，对他们来讲，我只能觉得说，啊，不管小草是不是继续爱柯文哲他们夫妻啦，同温层取暖是一定的啦。柯文哲的能量也不会消耗掉，他还是会维持的，只是维持到能够维持多大的趴数。阿扁当年也曾经在努力维持能量。阿扁在审判前是关了9个月。阿扁后来为什么没办法？在审判期间1、2审的时候就交保，因为他有一个案子叫做龙潭购地案，很快就3审定谳。他其他案子还在审，可是因为龙潭购地案先定谳11年，所以他就必须先去关。那柯文哲会不会出来？只要所有的案子没有一条那么快定谳的，他是有机会。风险最大的，我觉得是公益侵占。所以柯文哲律师其实要小心的是，那条会比较快判，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相对简单。相对简单。所以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出来？你就继续打法官嘛。1审打完还有2审嘛，2审打完还有3审嘛。你打得越快，你不能争取法官的认同，你搞不好你公益侵占一下就定了。如果照东豪刚那样分析，来军政委员，第一个。柯文哲的交保，有很多人就是在看说，因为这个案子看起来，因为证人的不管是证人或被告之间的传唤，其实非常密集，所以那个时间点，像刚刚讲，如果没有案子是定谳的话，那有人在判断说，搞不好到了今年的10月或今年下半年，甚或明年初，柯文哲是不是有可能交保？当柯文哲交保以后，你判断对国内整个政治的氛围，包括蓝白合之间所有这些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您刚在过程当中有特别提到，今天。立法院有审到那个黄昌不是要提那个刑事诉讼法这些嘛？结果今天是要复委还是什么？第一个，黄国昌的那个羁押他要改变了啊，他今天不敢进户二读了。黄国昌要过什么法案就过什么法案。因为国民党都听他的嘛。可能这几天啊，这个外界的反弹啊太大声了所以今天这个法案黄国昌。民众党并没有提出来进户那么黄国昌那你有种你就提嘛，反正你现在过什么法案都有，那你下礼拜还有院会嘛，那你再提啊。我们可以看到法界反弹非常大，社会的反弹更强烈啊！建青改的那篇文章其实讲得非常包括数字。跟观众讲一下，建青改是所谓改革派系统的年轻的检察官，年轻的检察官一个主张改革的一些检察官所组成的一个叫建青改，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来，这个团体以前也是支持黄国昌，但是他反对黄国昌的这个修改羁押要件，他用的词才重要，祸国殃民。黄国昌没有真的要改。他表现提营救父，很努力救阿扁就可以了。提营救父，已经复委了，提营救父都来了。到那个一读充分讨论，我觉得这个案就死掉了。而且建青检改这些还呛黄国昌啊，那出来辩论嘛。黄国昌不是整天在找人辩论嘛？对不对？我觉得黄国昌应该第一个优先找四三妈出来辩论。他儿子是不是美国人？所以我想。黄国昌的提案，这个法律的修法这种品质，
而且民众党也是啊，你看民众党怎么回应？他说啊，他们要修改，就是黄国昌要提案修改羁押要件，哦，是因为宪法的无罪推定嘛。宪法从来没有讲无罪推定。宪法哪有写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法，是里面写了一个精神嘛，那么乱扯到宪法去。哦，所以可见他们这个立法的品质之糟糕了。可是他们会直接，你有没有听到黄国昌？那这件事虽然大家都说他什么事都直指赖清德，这件事也是啊，他不是讲说，赖总统、萧副总统忘了你们以前也提过什么，所以他一样就把赖清德总统拉出来啊。那他所讲那个实在是很早以前嘛，2008年啊，08年啦。其实我直接就讲啊，赖清德那个时候提的也不是对的。对，如果你要学民进党，那后来民进党这个案子就不推了。因为当时因为发现这个争议蛮大。好，那你要学民进党就学到底嘛，就撤回嘛。民进党当时也是这样嘛。哦，所以他动不动就看拖民进党看拖赖清德，包括说司法是民进党的控制。民进党如果真的可以操作司法，因为我早就主张赶快让柯文哲出来了，现在搞不出来。哦，真的吗？你觉得柯文哲出来以后就不会是黄国昌的天下？民众都我们家的劳累。两个在5个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表，这个大概是法务部他们统计的哈。可是请大家特别看这2个哈。蓝色的是这个蓝色哈是去年的，单纯电信诈欺在押人数，5414。灰色的是因为串证，3895，它的比例因为串证比例被羁押的87大概87%。这个是今年1到7月的，电信诈欺在押人数是4272，因为串证理由被羁押禁见的2977，比例也是86点多，只要照黄国昌那个版本过了之后，这些就出来了。OK， 现在在押人犯，最多就是烟毒，第二就是诈欺。诈欺犯一定是几乎啦，就100%都是集团犯罪。他有分工嘛，什么车手啦、打电话的，对不对？那现在因为社会反诈，你的司法打诈很用力嘛，所以你只要查获诈骗集团法官几乎检察官申请，法官几乎都全部押起来。然后第一个要追钱嘛，第二个，如果你们不讲实情，一定全部押起来。然后他说把那个串证不能列为羁押的要件。你要知道所谓的集体犯罪，不管是诈骗集团或者帮派，他们在做一个不法事情，一定会有事先演练的。蛮不你来列点大概应该对不对？还有好多律师也被押了。对，所以他的诈骗集团都全部押，那他怎么串证？串证利用律师嘛。后来很多律师还被抓去关嘛。所以可见串证这个是在司法侦办上这个很重要一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制止嘛，所以才会这个强制处分权，再把它压起来嘛。那黄国昌要把它解除，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啦，要么就是很笨，要么就很坏了，或者是像刚小平讲的，一样继续演给小草看，对不对？你看我多爱柯 P 我觉得黄国昌已经在铺陈，万一柯 P 如果出来，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影响吧？就是这个法案这些影响。对啊，所以你看黄国昌其实也没有为这个在辩论他只一个辩论就是扯赖清德，对不对？照理讲，你应该讲你的法学思考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就法论法那你要修法来大家来谈你的思考点是什么，所以黄国昌只去扯赖清德，那接下来他就不碰这个东西，那如果按照黄国昌过去提法案的那种态度啦，他要的法案一定会过嘛。第二个，本会期没时间了，就剩下礼拜那今天一定要进入2读，他不敢提了，民众党后来撤掉了，所以有这个地方刚，我认为如果真的是演给小草看，其实黄国昌念之在之的还是柯 P 啦，对吗？所谓的念之在之柯 P 是，他要全力营救柯 P 出来，对，他不断的要让圈自己的草啦，让人家告诉这些小草，你看我有多么爱柯 P，我觉得
如果真的就政治上的操作，对，如果民进党真的我们可以来控制司法，我早的拜托给我割鼻水呀，送你黄国昌啊，送给你啊，让贵党有太上党主席，跟你黄国昌，你们好好的去领导民众党了。不过如果真的会这样的话，小平。国民党，我支持他出来不是斗，是基于人道精神。这样吧？你是真的认真觉得应该不要关太久了啦，你知道陈佩琪在7月16号还特别点名小平，他说我怀疑钟小平有1500个这个什么泰达币还是这个什么币，所以他陈佩琪对小平是念念不忘。我对陈佩琪是既怕又不怕。什么叫既怕又不怕？怕就是他会。到死都记得我，他一定会记得你，他已经把你讲成这个样了。对，这是我怕的地方嘛，也有不怕的地方。陈佩琪是小儿科医师，我看的是老人门诊，所以我不怕。没事，陈佩琪退休了，说笑。陈佩琪退休了，不用紧张。但小平，第一个刚刚讲到，军宪委员说，其实今天没有进复二读嘛，那个刑诉法修正案，有人就在讲说，接下来如果要复委的话，国民党的态度呢？国民党对这个法案的态度呢？因为连吴宗宪被问到。那他检察官出身的对啊，他也就跟你讲说，他这个法案他要回去研究一下，然后他也不，我不要讲不敢，他也不会直接要去回复你。显然这个法案的他也知道兹事体大。那国民党呢？国民党的态度，刚才俊宪委员字里行间一直不断说，反正现在就是黄国昌、白银要过什么都能过。这是为什么上礼拜我问创夏10跟30哪个大，创夏就很聪明跟你说，要先看完那个单位跟后面才知道，因为就算国民党政党支持度各方面都比白银大，但现在的法案有很多人都说白银要的几乎就可以过，所以你们现在要怎么样看待这些？柯文哲真的出来以后，蓝白合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变数？会有变数。我们反正黄国昌要过就过嘛，可他表现救柯文哲的精神要把这个小草转换成小葱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日月可见嘛，可以了，这样这个案子别推了。好，再回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吴宗宪，吴宗宪是非常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去选宜兰的。那吴宗宪第一个他是检察官嘛，第二个吴宗宪是最支持黄国昌的嘛，第三个吴宗宪要期待蓝白合要选宜兰嘛，连吴宗宪都这样讲，表示一叶知秋，我们党团你是消极的嘛，对这个案如果继续搞的话，好，再拉回来他第三个问题，阿北出来以后阿北绝对不是一个。拒绝权力的人，因为阿北的声望是高的，阿北出来一定是2颗太阳，阿北1颗对不对？白的里面，然后黄国昌1颗嘛，然后那国民党蓝白合就是蓝白合这样说，白的话就变成2个力量，要跟2个人谈的。以前阿北被压，跟黄国昌谈很比较容易嘛，所以蓝白合的会比较困难，因为你2颗太阳，你要跟谁谈嘛？这个跟这个谈等等。好，第二个。那会变成什么情况？所以蓝白合除了我们本党哪一个主席，有些主张蓝白合，有些主张有一些距离都不一定。那谁当主席是重要的。好，不管谁当主席，以后的蓝白合是难的。那同时，可是对于我们跟抢夺中间跟绿的，在本党的左翼跟林俊宪他们抢夺中间选民，经济蓝、支持蓝、经济率、支持率是有利的。对于深蓝的这个的票会有所损失，所以就是因为他出来从好谈变不好谈，阿北出来以后，所以整个政治光谱会国民党的方向会重组，那这个才是需要大的智慧，新的主席来看这个问题，你怎么样符合道德原则？第二，这个党的定位要放在0到100，从这个最统到最独的中间。你什么定位？你可以赢得2026跟2028选举，你又要跟他合，但你又不能偏离这个社会道德这个才是一个大哉问，我觉得。这个党的定位要放在0到100，从这个最统到最独的中间。你什么定位？你可以赢得2026跟2028选举，你又要跟他合，但你又不能偏离这个社会道德这个才是一个大哉问，我觉得。来，创夏还是回到上次的10跟30，但现在看起来柯文哲交不交保这个变数，显然会影响。如果照刚刚小平讲，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以后谈事情不是单纯跟黄国昌谈，对啊，
你要尊重一下柯文哲的态度啊。是啊，基本上呢，其实除了单位之外，还有一个要看那个亮度。大灯泡、小蜡烛，一个大灯泡，你有10根小蜡烛都没有意义。所以现在呢，状况谁是灯泡，谁是蜡烛？所以谁是灯泡，谁是蜡烛嘛？所以你会看到黄国昌前一段时间做了灯泡嘛，所以柯文哲也要自我的燃烧嘛，对不对？也要让你变成一个有亮度，所以是大灯泡、小蜡烛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很确定，在目前在野阵营里面，国民党就是小蜡烛。而且非常你干嘛这样？人家你把卢妈妈放在哪里？车头在是车头在哪？你把我绝对抗议！你把卢妈妈放在哪里？对啊，说卢妈妈是小蜡烛，卢妈妈现在只有那个喷雾，大家才是讨论而已嘛，其他没人讨论了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其实基本上是声量这件事情，黄国昌现在在做的就是不断的在创造声量，而且在创造一个反赖清德的第一品牌。那那第一品牌嘛，而且这个品牌坦白讲会有效应下去的，因为就我讲的726之后开始转折嘛，这个政府做什么都错，做什么都错。现在呢，当然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已经告诉你卓荣泰不走了啦，因为动到秘书长了，动到什么部长了。好，今天呢出来的新闻是823以后内阁会改组，龚明鑫现在的行政院秘书长要转任经济部长，然后对，然后行政院秘书长。有那个看起来是要由总统，连他本来是副秘书长，连驻美代表都换人哦，驻美代表也换人了哦。可是通常内阁改组这样子，如果说要换总辞，当然是院长决定嘛。那现在都已经动到这些部长，动到发言人了，那代表院长不走嘛。那院长不走，副院长不走，可是一个28%声望的院长，将来是在立法院被屠宰的，然后在社会上尤其接续下来的那么多的关税后面的后续效应，所以后面呢，只要反赖，只要反行政院，而且在立法院里面，我就是打不死，模拟喜欢状，所以他的声量是一直在。所以现在黄国昌的压力不在于国民党谁当主席啦，因为国民党就温良恭俭让嘛，卢蚂蚁再怎么样也是喷雾而已嘛，对不对？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个喷雾，为什么一直用喷雾呢？防晒喷雾，对啊，防晒跟防狼喷雾你要搞清楚。因为当你政治的大风向来的时候，你是要当一个亮度够。你这种小事情哦，国民党在一直搞这种小事情哦，如那个朱立伦要不要被劝进啊，什么什么这些小事情哦，在跟老百姓来讲无关。所以黄国昌就是至少紧抓着那一块。然后柯文哲出来之后，柯文哲如果出得来，柯文哲对不对也会去紧抓，但是柯文哲是跟黄国昌在内部竞争，可是柯文哲的一个状况跟黄国昌来比，他出了一个状况，黄国昌现在可以从那个叫做偷挖石油嘛，挖这个石油下面地下是通来通去的，黄国昌现在的原油是从国民党这边来的，那柯文哲只能从自己白色的党里面保温。所以其实黄国昌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现在这个情况，黄国昌就是继续往前走，而且呢，黄国昌现在得到一个好处，因为现在不是国民党里面的人都亮度不够他，因为黄国昌太可爱啦，所以像四叉猫，像这些反那个绿就是反白的人，已经把黄国昌当成一个经典目标，所以开始去针对黄国昌。那对于现在在这个板块里面来讲，在这个增亮度来讲，你越打他，它烧得越亮，它烧得越亮，它的大灯泡一定比国民党大。然后柯文哲能不能燃起火把，那等着2审法官决定了。可是我有不同看法，因为我觉得黄国昌最近被你们那个年代的民调给戳破了。你说就算合了以后，不是老人家50岁以上没有票。先不管，因为年代那个时候做那个民调里面，那天跟上一夫还在聊那一句，他那句话什么？是说蓝白共推。根据媒体报道，若蓝白合作，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推出黄国昌。你知道其他的人哦，像李四川啊，那都没有哦，就是国民党就只有黄国昌有特别这一句，对不对？做出来还输，输给苏小慧，有没有输给林右昌？我就也输，林右昌也输，完败，而且他连林右昌都输，对，完败。你想想看，等一下。因为你想想看哦，黄国昌现在声势正旺，对不对？你被你年代做个民调，你拿什么去面对李四川？你不要面对李四川，不要跟国民党谈那个灯泡怎么样？
没电的时候，灯泡就什么都不亮。还不如柯文哲那个蜡烛做粗一点。还可以，完全可以自然烧很久。我就看那个民调里面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是李四川，国民党直推李四川，国民党泛蓝的85%以上，对，是李四川，对，但是黄国昌会掉下来到6成，对。那我是黄国昌，我本来就是无本生意嘛，但是太早被戳破了嘛，不，他还是会玩下去嘛。我是说，其实这里面。国民党不要只看那个结构，林耕仁那时候也赢过高虹安呐。林耕仁跟川博比，我就想，因为高虹安后来变成是柯建铭带着主打嘛，主打之后会造成效益，所以黄国昌我是说他会不会当选不知道，他一定会玩下去。可是现在你如果一路往下看，来上公，柯文哲还记得一件事吗？我们说2024那300多万票，20几%的支持度。刚才东华有讲，2018年那个北门会，对，那时候大概是民党声势最低的时候，小英声望各方面信任度都是最低的时候，所以对，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个字条，小英拿给他啊，对，因为记者在拍，你脸色也好一点嘛。那时候那整个过程，但谁想到到了2020，整体好，你不管讲说，因为那时候宋仲啊什么一大堆，然后结果后来，然后小英拿下史无前例，对不对？817，对，817。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尤其疫情开始，柯文哲对所有议题、高端案或所有那些，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就是说他攀升到打绿的打绿第一品牌，所以那时候一路打到后来2024，你不可讳言，就是一路下来。有人说黄国昌在复制所有柯文哲这一段，你某种程度也看得出来，他复制也会有一些成绩哦。可是这个成绩刚就讲到，跟他比起来，柯文哲会更急吧？因为柯文哲毕竟有案在身，就算交保出来，他还是有案在身啊。所以当这些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大家现在就不敢讲。虽然726以后，你问所有的国民党的朋友，都会跟你说，蓝白合毫无悬念，就这样一路打下去。但是当把这些因素全部都摆进去以后，真的都可以这么顺了吗？更不要讲国民党什么党主席选举，对创下刚刚就讲说，谁现在会知道？就算你支持度都高，你党主席选举大家也不 care， 大家都不 care， 大家只 care 那个灯泡跟蜡烛，现在就变这样。蓝白合啊，它是一战一战打，一战一战消耗。你越打越消耗。本来就是你2026年，你到底谈得如何？谈的如果有些县市谈不好，那个议员一打下去伤痕累累。那2028年真的会走向一个蓝白合的场面吗？是真的要用所谓的搭档去换吗？我觉得坦白说一句话，如果说是黄国昌，他有没有2024年柯文哲当时选总统的量能？没有。那他就是很希望要去搭档啊。那反过来，国民党要思考的一件事，你会找一个仇恨值极高的人搭档吗？因为这跟中间选民有关。会吗？所以。最终真的大家都说什么一路走下去什么卢昌配什么，我有不同的看法啊。可能是当选以后谈谈内阁的组成还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啦。如果你配一个仇恨值这么高的人，你就发现那当选希望没有了，那什么都不用谈嘛。所以你一路先看2026年的合作是否达成一个协议。如果部分协议、部分不协议，它依然就是有裂痕。你要走到2028年的话，里面谈的问题更大哦。区域立委要怎么分配的问题，不分区票怎么抢的问题。你要不要搭档？就算搭档，你的人选各自推出谁，能不能取得胜选？那个复杂性更高，还有政党票你要不要抢的问题，那个复杂性会更高。我觉得不会像外界想的这么容易啦，不会那么容易啦。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2026年的时候，新北这一站蓝白合的决定是什么？蓝白合的决定是什么？就刚才讲的说那个民调，但是那一个举例跟苏巧慧的对战，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年龄层只赢黄国昌只赢哦，20到29岁，只赢哦，赢的区域加总人口数100万，输的区域加总人口数300万。那一场仗，那这个民调真的是非常伤的一份民调。因为你要怎么跟李四川比呢？李四川年龄层输缴会只输了30到39，一个是只赢，一个是只输。他输的5区加总人口数38万多，404万，他输的选区只加总人口数是38万多，李四川。那李四川又讲了一句话，明年，如果是我要承担，其实这一句话真的非常有趣。他讲完了以后，所有国民党的里长、议员、公庙，他熟的等等的一大堆，2026，等李四川、黄国昌这些人还要去攀关系，攀得动吗？攀不动啊。对，就有没有表态，其实有差，你攀不动，我们选举就知道当陈东豪没有表态，我去拉徐清煌，我们认识聊一聊聊一聊，清煌就会清煌说，如果怎么样你们两个选什么？我们两个选家长，我们两个家的家长，各自家长，我影响他老婆会影响我老婆，我老婆会影响他老婆，蛮麻烦的，蛮麻烦的。他确定拉不到他儿子的票，蛮麻烦的。所以当李四川讲。其实李四川没有那么早要表态李四川想法是拖到明年出来，明年对，但是他提前表态，这为什么要提前表态？他一直弄那个，对吧？就是被一直弄的，黄国昌比较将军嘛，对啊，所以是有用的，有用啊。所以我就先讲了，只可以搅局啊，对啊。然后我讲完了以后，很简单一件事嘛，所有的议员什么，我们希望的母鸡是李四川，里长也要选可以里长希望的是李四川 ，OK。那黄国昌跑起来就走到哪里都很困难嘛，因为某种程度上，李四川讲话是可以把黄国昌压下来的虽然他没有积极表态但是不要忘记李四川的里长活动他有跑公庙活动他有跑他不是没跑OK，只是没有那么大张旗鼓的跑对，就礼拜一，议长就打电话给李四川嘛，拜托表态吧，赶快表态吧。喂，蒋公王议长他也焦虑啊，他也打电话给那个李四川，希望他表态啊。OK， 一群人就开始陆陆续续希望他表态啊。那3次媒体写3次，不是侯友宜劝他选嘛？晓得我能力有限。第一次是行政院会，第2次是在一场公祭，能力有限的就是第3场我真的没有问出来。你已经很厉害了，问出2场了，2场确实，侯友宜真的有劝进，有劝然后最好笑的是，当劝进的时候，其实李四川有问私底下来，有跟别人讲那别人就说，侯友宜到底讲真的讲假的？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大阿刘荷兰嘛，到底讲真的还是假的？怎么样？但3次过后以后，李四川的认知是侯友宜讲真的，侯友宜讲真的，所以他的考虑选就一路下来嘛。那你说蓝白合这一仗，最简单的一件事嘛，这个会新北反而变成蓝白合的指标那黄国昌要做怎么样的处理？真的所谓的我就跟李四川做民调吗？我相信他不敢。我相信他不敢。那不敢的过程当中，黄国昌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其实他也会是一个蓝白合的过程。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宜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他不是刚才说吴宗宪嘛？他想争取嘛？另有新的想法。OK， 岳文怎么样？这个很清楚了，黄国昌开始在斗国民党。斗，就是斗争。用“斗”这个字，这个在斗争国民党。因为黄国昌讲他的正当性就是说没在三卡都啦，对不对？他说三卡都就是民进党赢嘛，或者新北市长嘛。那为什么会三卡都？就是黄国昌害的。你不要选就不会三卡都了。因为新北国民党是现在的执政党
新北是台湾人口400多万的直辖市，国民党怎么可能会让你？你看咋可能？除非你黄国昌，非你黄国昌不可，没有你出来选，国民党会丢掉，不会赢。啊，那民进党当年在让给台北市让给柯文哲，是因为民进党发现没有柯文哲选不会赢。那现在国民党在新北，第一个没有这种状况，第二，人家国民党执政党怎么会让你？对不对？这么重要一个地方。第三，把你黄国昌逼退就没有沙卡度了。但我认为黄国昌我所谓在斗就是，他现在这样讲嘛，那我到时候他不选，那国民党又欠他。我看没有？有嘛？再来一次礼让。对，2028年记账单。对，我来跟你换嘛。对不对？那如果他不选，你国民党要拿来换吧。很多东西可以换的，换议员席次啊，新竹市本来就民众党，他不会认为他换的。张基凯不选嘉义要选彰化，那你要不要让他？国民党会让他？彰化彰化100多万人口，保证不会让，反正对吧？反正蓝白的矛盾会慢慢绿深蓝才吞得下去。这个就是说蓝白的矛盾会慢慢出来。张基凯不选嘉义要选彰化，那你要不要让他？国民党会让他？彰化彰化100多万人口，保证不会让，反正对吧？反正蓝白的矛盾会慢慢绿深蓝才吞得下去。这个就是说蓝白的矛盾会慢慢出来，因为县市首长单一席次，就绝对大党对决嘛。但是议员是多席次。多歧视大概就是可以讨价还价，可以讨论啦，讨价还价的地方嘛。那我当现在讲这个新北市这么是买空卖空，对。那你国民党第一个现在绝对不敢跟他翻脸，黄国昌很清楚嘛，你在立法院黄国昌跟国民党假嬉戏嘛，所以国民党你要搞清楚啊，黄国昌已经开始在斗你了，所以李世双为什么要表态？我斗啊，给黄国昌逼的啊，所以我是觉得新北市国民党绝不可能让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吧？好了，蓝白合看起来对很多蓝营的人说，2024如果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怎么会变成这样？白营也有很多人讲说，2024如果不是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那个大氛围，再加上看到726这一仗，对，那当然明天823要投票，结果不管怎么样，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可是一定也会对国内未来会有一些的影响。但它中间就出现一个氛围，上公刚刚讲说哪有这么顺的，讲就真的大家可以这样合，这中间牵扯到多少人？随便一个市议员跟他说，那我们让一席你退，谁会愿意要退？更不要讲县市首长，刚刚讲随便点的一个地方，彰化是大家每次在讨论要不要升第7都的时候，都拿出来讨论，100多万人口，然后所有这些谁会要放？所以这些，但是它中间又牵扯到一个，当蓝白之间是去年是从立法院开始合作一路下来，可是中间不能因为蓝白合可以吹鼓拉朽，就什么，譬如说刚才讲到那个刑诉法案出来以后，大家看的不是单纯黄国昌跟白银的态度，大家看的是，那你国民党呢？你国民党要跟吗？你们52席要跟吗？所以所有这些就变成，这是为什么刚才来宾讲到那中间的妹妹嘎嘎的那中间，可能还会有很多，更不要讲，现在总召两边总召这边一样嘛，傅昆萁对不对？所以傅昆萁很多的这些会不会未来有什么影响，真的还不知道啊。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分几个部分来看，是第一个刚刚讲到两边的总召啦，所以大家都在看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选完了之后呢，一切又回归正常。所谓的回归正常是说，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花莲县这个前民政处长这个明良珍呢，又回到花莲县政府去啦，然后回到花莲县政府去当机要啦，所以呢，你要想说，对于花莲人来讲呢，这个在这个大罢免投票之前，本来今年1月的时候，花莲人还担心被查水表哦。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当时还有花莲的店家传出来说被查水表，然后呢，就最后把店这个干脆结束营业了，就直接休息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花莲人是从这个面对查水表的氛围，然后到最后发现。这个花莲的民政处长明良珍，他真的有等于是
动用自己内部的这个资源呢，然后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查水表的动作嘛。所以，然后后来等于在这个地检的介入之下，这个案子才去侦办。结果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因为大罢免的氛围，明良珍当时被调查完之后是处于停职的状况嘛。可是现在看起来他又回去啦，就他又回去要接任花莲县政府的这个机要的工作啊。所以人家还在问说，这种善良正直打个框因为不是真善良，不是真正直，这种善良正直难道都回来了吗？这是大家问的问题嘛。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很有趣的是，这个副总召又让大家发现说，他又到这个行天宫去拜关公了拜关圣帝君了。那为什么这一张照片呢？就是有人特别把它发出来，是因为这个，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5月的时候，这个副总召也是到行天宫去，然后去拜关圣帝君。只是当时他有个动作，让大家认为说，你这个动作对神明非常的没有礼貌。那什么动作呢？是因为5月的时候，副总召去拜这个行天宫的时候呢，去拜关圣帝君的时候，手上正在滑手机。那如果你有去拜行天宫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行天宫不是同时有在那个我们收金婆婆在帮人家收金改运吗？你去那边排收金改运的时候，旁边的婆婆都会告诉你不可以用手机，她都会告诉你要保持安静，然后不可以滑手机。所以那一排在排队在收金改运的人，大家都会很自动的手机都会收起来，都不会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副总召的照片引起讨论，是被认为说，虽然你不是在排那个收金补运的上面啦，但是呢，你跪在那边要跟关圣帝君要直角的时候，你这个手机拿在那个地方跪在那边，是不是看起来不太礼貌？非常不太礼貌。结果呢，现在网友等于说又拍到说，这个疑似副总召呢，这个又到这个行天宫去了。那然后这次又引起讨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网友的讨论留言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网友这个说，为什么不中意的人都这么爱拜关公这是网友评价，不是我们的评价然后呢，拜托关圣帝君赶快处罚坏人。然后下面还有人留言说他也有去龙山寺，然后这个都是网友的留言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选举过程中呢，这个到过程后所引发的一些效应，显然现在网络上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当中。但是我要这样讲就黄国昌在这个接下去的选举里面我上次其实有提到，后面的蓝白合不会像之前的蓝白合一样这个选举也好，或者说是政治攻防也好，一战都是一战的过程啦，过了这一战才有下一战啦，不是每一战都注定大家就注定要合在一起，没有这么笃定的啦。这个命运跟 DNA 他们没有注定要连在一起啦，只是说在大罢免的过程里面，这看起来他们蓝白联合在一起是一个方向，但是你回到地方选举的时候，我说实话地方选举，尤其到县市长的选举里面去。这个不是只有县市长要选而已，县市议员也要选，党籍的议员要选，里长也要选，甚至还有一些包含在这个县市长、议员、里长架构内的这个跟利益有关的东西也包含在一起，里面要一起选不是只有单纯的选举而已。所以一场选举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选这件事情，所以等于蓝白在地方选举上是不是真的能够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黄国昌来说，他接下去上次我讲823对他来说是一个坎因为在823之前，他要争取他这个政治能量极大化，然后到柯文哲有可能出来之前，也是一个坎他要争取自己的这个政治能量极大化了。那如果柯文哲真的交保出来的话，对黄国昌来说，政治这个赛局的这个相关的变数就变多了啦。然后你如果连这个民众党自己就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都没有一个定数的话，那你到底要再去跟国民党去谈那些内容，那个变数就更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前面有谈到说，这个李四川的态度其实本来大家都不要这么早表态啦，因为到明年都还来得及，今年真的都太早了。到今年12月以前呢，政坛上还会有很多的变化，民意还会有很多的氛围会发生我们光是连内阁改组到什么程度会影响民意，会有多大的情绪都还不知道，你怎么去预估接下去的变化？所以对黄国昌来讲，他最大可控制的范围，其实反而不是什么2028要卢昌霈，也不是2026他一定要非要选哪个县市长，而是在今年之前，他能够让他声量能够控制这个长大到什么程度，那个可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了。OK， 来，俊伟，两个，第一个，今天的立法院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是特别条例是逕付二读了吗？所以有人在问说，那个普发1万。是不是很快就要普发？因为这会牵扯到很多地方议会，民进党的议员都在地方议会去提了这个什么有4万的，有几万的，全部都出现这件事。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大家聊到说那个是不是会部分的一些的改组？这2天，因为我们会新成立运动部，那媒体报道第一任部长会不会是我们的奥运金牌，然后李洋？那这个布局某种程度，他这个思维是要打形象牌或者怎么样？
我想，因为就是第一任的运动部长可能是这样的思维，就找一位大家这个体育出身的，真正体育出身的，真正的运动的。你有没有看到上公看你的表情？有，上公在注意我。不是我一直在想这个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你想推荐钟小平，他打篮，他是运动员啊，3分球你还是保持人吗？打篮球哦，那打篮球呢？对啊，不会用他了，用他那。立法院就没得谈了嘛？国民党一定同意，然后马上开除。黄国昌在立法院嘛？没有，蓝白会联合祭旗。不过我觉得这个牵扯到，在下礼拜会有一个很大新的局面。就好像其实各政党都一样。对民进党来讲，因为就党新的党职。秘书长换了，那内阁的微调。内阁的调整。好。但这个幅度见仁见智了。但我是觉得民怨之所在就调整的地方了。所以这位对各政党都一样，那国民党也是啊。因为国民党接下来整个罢免走过以后，公投以后，可能就是他的党主席选举。对，听说朱立伦也不选，问卢秀燕也不选，问郝龙斌也不选。听说问到嘉义市的黄敏惠，张亚中吗？对，张亚中他自己会，张亚中一定选。对，问谁都不要选，这样问早晚会问到钟小平，你选不选？所以各政党都有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那尤其是现在是比较走在低迷的阶段，这个责任更重要，所以你要赶快来重新整队啊。那我认为内阁的一个微调也符合，也反映到民意的一个期待。OK。好，至于个别人选，我们当然是尊重那个卓院长，卓院长嘛。但是也不要因为是运动选手，大家都认为他部长一定做不好。那总是要给他一个表现的空间。那个普发1万是，所以那个是快了吗？那普发1万，因为这个原本也是大概各党的共识。那行政院。这个预算的部分就比较没有问题。OK， 那我所谓新的局面，接下来就是明年度的总预算。我今年的总预算被砍得很凄惨。那明年的总预算，其中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它的国防预算，大概就是史上最高。OK， 那史上最高，因为他把几个钱的算进来，一个退休抚恤，一个是海巡，就是把海巡也列为，现在我们把它列为国防预算。虽然海巡的经费虽然是在内政部编列，但也把从内政部的海巡预算拉出来计算在我们的国防预算里面。就是把海巡也列为，现在我们把它列为国防预算。虽然海巡的经费虽然是在内政部编列，但也把从内政部的海巡预算拉出来计算在我们的国防预算里面。OK， 庄家，来第一个，运动部这一块，那包括那个小改组，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第二个，如果讲到国际局势，因为大家更关心国际上面，因为俄乌之间，俄乌怎么谈，大家虽然关心。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俄乌这件事情会不会反射出川普在解决所有国际纷争的时候，他会不会都是这样？那两岸之间他的态度会，这也是大家会关心。可是川普最近那句话，是真的在暗示乌克兰可以打俄罗斯吗？基本上是不是暗示乌克兰可以打俄罗斯不一定。但是呢，川普的话其实就回到内阁改组嘛，因为就是如果你是陈平盛世，政务官有一个象征意义。那是一回事。那如果说现在内阁里面体育，然后要把体育部升格，而大家也很期待，希望体育在台湾也是给大家心理上是觉得台湾之光嘛。然后李洋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手，大家很喜欢。但是你要去管这么多的协会，这个体育上的那么多的状况，那你是不是当然能够有带领起来这个单位，让整个体育的很多问题，包含是选手跟协会的问题，那是不是能够处理？大家期待嘛。但是政务官本来就是内阁决定的，但是一样的，这样一个不是成平的社会，然后是不是只是微改、微幅改，大家就会满意？那等着看
但是里面最重要一点，其实在这个幅度也不小哦，这时候看起来应该也不小。那个后面再看吧，等着后面再看吧。上公，你意见真的很多，是微风不是台风啦。现在点了半天，也就只有2-3个而已，对，不止啦。但是后面其实就是要重要的是，当你在乱世的时候，实力才能是和平和秩序的保障。然后现在川普呢，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就给你看到了这张照片，是我看到里面这个叫做川皇登基，八王朝觐。你看这个是吕特北约秘书长，对吧？范德莱恩、马克宏8个欧洲的王在这边坐小板凳，川普坐在那边，然后后面还写了一句话，就是和平是要靠实力的。然后靠实力，这个川普其实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有实力，你跟我讲那么多国际秩序没有用。现在呢，大家乖乖的。然后泽伦斯基呢，这一次来的时候，上次范斯骂他说你不知感恩，泽伦斯基这次一进场就说谢谢美国，讲了8次感谢，所以大家都是在实力里面。然后现在呢，国际和平保障为什么呢？把这8王叫过来，8王叫过来，是因为其实贝森特马上帮川普这句话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解说，这个呢是说把普丁叫过来，是把讨厌的邻居叫到我家里来看我的强鬼。那现在川普呢后面也讲了和平保障，陆军他是不考虑 ，OK， 但是空中可以，因为我空中拥有他们各国都没有的，就是 B2A 嘛，就是 F-22嘛，就是 F-35嘛。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将来呢地面上的部队，北约的现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考虑要派兵队进去，那就是川普讲这是你们的责任。然后呢，泽伦斯基说我要100亿、1000亿美元，我要买武器。川普也讲了，上次在北约的时候就讲了，我不会再给乌克兰了。但是乌克兰也没钱啊。是什么？8王，你们买来以后给，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川普就告诉你。它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过去你讲的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象征意义啊，普世精神都没有了，实力就是美国的绝对实力。OK， 来上公，1分钟可不可以告诉我，俄罗斯那普丁谈的时候，每次都说你就承认我现在我占了顿巴斯，顿巴斯就我的，更不要讲克里米亚，那是2014年的事了。这些都是我的。可是对泽连斯基来讲，他只要让了一块地方。他大概也不要回乌克兰了吧，所以他打死都不可能要同意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本来大家都以为美国是会不会真的要乌克兰就让掉这些地方，可是因为跟普丁看起来谈不拢，那又讲到会不会派空军，现在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当然，这谈判的时候，当然，俄罗斯要顿巴斯2个州嘛，哈，对啊，就2个州要乌克兰全面撤军嘛。那他的条件是，你像苏梅啦，他们占领的地区还给你嘛，2个地区这个停战。那当然，克里米亚不用谈，一定是他的，然后不准加入北约嘛。那当然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条件。那个泽伦斯基没办法答应嘛？他说如果我顿巴斯整个撤掉的话，那我是最坚强的防线，整个都溃守了，他不愿意嘛，不愿意。那当然，川普在那个 X 平台上面写那一句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要求说，克里米亚给你，然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当然显见俄罗斯不要嘛，那我就告诉你说，哎，你可以打过去了。整个撤掉的话，那我是最坚强的防线，整个都溃守了，他不愿意嘛，不愿意。那当然，川普在那个 X 平台上面写那一句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要求说，克里米亚给你，然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当然显见俄罗斯不要嘛，那我就告诉你说，哎，你可以打过去了，你觉得那个就是可以打了？我就说你可以打过去了，那。俄罗斯，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不要忘记之前刚才讲的嘛。美国同意，你欧洲出钱来跟我买武器，我卖给你，你们拿给乌克兰，我同意。然后我现在答应的是空中支援跟情报共享等等嘛。OK， 走下去的话，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有威胁俄罗斯说，哎，你要不要再重新提条件？考虑一下。
我觉得他的说法大体上就有一点威胁性质了。那当然，范斯当然把乌克兰的问题就丢给欧洲嘛。他说那是你们的大陆，那是你们的安全，你们要负责主导。那你们要负责主导，意思就是不是我美国主导嘛？你们要主导那是你们的。川普总统也有这样的期待等等。那意思就是我美国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要开始萎缩，而要欧洲你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嘛。但卢比欧最近要见外长，他要起草那个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嘛。OK， 那当然安全保障会把那个欧洲也会纳进来，所以见欧洲外长嘛，等等的一堆，他要拟这个。但是大家对拟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真正确实保障到所谓乌克兰的安全，打问号。因为俄罗斯外长讲了一句话，如果要谈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没有俄罗斯就是死路一条。那现在为止可能还是僵在那里。OK， 来，小平最后1分钟，刚才讲到蓝白合所有这些，那因为国民党，你们对于未来的蓝白合现在持的态度跟看法，会这么顺吗？上公他们一直都觉得未来一战一战再说吧，不见得都能够这么顺。蓝白合是一定要大的走线是一定要走，但要合的合理。举例说，他要新北要彰化就是不合理。举例说，要哪里是合理？举例说，要万华1席议员的。可以合理，因为你们可能会各出一席，甚至万华立委，我跟吴育轩比民调也合理，输了就认了，我认为这合理，这个没那么大嘛，对不对？哈，我觉得应该最多我觉得让到宜兰了，因为县市首长的话，因为不要说彰化县了，嘉义市萧家班。你问过没有嘛？不，我们回到政治现实嘛。黄敏惠问过没有嘛？宜兰那我再看嘛，怎么安排？我觉得最多让宜兰新竹市本来就是你的嘛，高虹安对不对？好，如果他官司都顺利，祝他算是无党籍，对，无党籍等于100啦，等于100，底是100，搞不好他算国民党的。这我蛮开心的这样子。所以以实力原则，他10月2审。决定他能不能选，就叫王金平出来公道伯，要让的公道，好不好？就是问我，就是公道伯讲话，然后世间要有公道，好不好？就我觉得实力原则，然后也该让也让，然后我们心是向上向善是合的，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来，继续，就是30秒。这有点火车对撞了，国民党一下子就转走了啊！要让，要谈要让宜兰，那宜兰当地的国民党的同志不知道同不同意？我说最多了，第一个黄国昌也不知道同不同意。你给他宜兰，他还嫌小嘞。对，而且又不是他的。黄国昌这根本就在恐吓国民党嘛。你国民党应该火车对撞来，后大来算嘛，对不对？你白下来嘛，你那个白也来参与卡嘛，敢吗？所以。这个所谓的蓝白一定要合，但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矛盾了，政治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当选落选，这个就是零和游戏，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了。那政治利益的分配上，那现在因为大概还在慢慢摸索了，等到深水区就知道了。OK， 那个部分绝对是一定是矛盾的了。OK。在未来国内的政坛，包括蓝白的合纵连横会怎么样？那绿营经过刚才提到的那个，如果要是小幅的改组，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清战场，然后未来又会怎么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但还是要提醒您，明天823国内还是有7席的立委的罢免的投票，包括核三延公投这样的一个投票。那整个结束以后，到下礼拜国内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